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12日星期六，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切记，周日时钟播前1小时进入夏令时。大多数加拿大人会在周六晚上睡觉前将时钟向前移动1个小时。育空地区和萨斯喀彻温省的大部分地区都遵守永久的夏令时。安大略省、BC 省和魁北克省的省长表示，他们愿意放弃这一时间变更。BC 省长 John Horgan 3年前通过立法，允许该省永久保留夏令时。但霍根周五表示，如果没有同一时区的3个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一起这样做， BC 不会取消每年夏令时与冬令时时间的转换。霍根说，他希望华盛顿州州长的一项法案今年能得到国会的批准，这意味着这可能是 BC 居民最后一次向前拨动时钟。安大略省省长 Doug Ford 周五还表示，他希望看到该省保持夏令时，他期待享受更长的夏日。大多数省份以及努纳武特和西北地区也将在周日的夜间将时钟提前1小时。最新 Delta Omicron 混合变体被发现，科学家们已经证实存在一种新的 COVID 变体，该变体首次结合了来自 Omicron 和 Delta 变体的突变，并且在欧洲和美国都有报告病例。根据周二发布 MagSafe 的一篇论文，这种新的杂交变体非正式的被称为 Deltacron， 通过法国马赛 IHU Mediterranee 感染的科学家进行的基因组测序得到证实，并且已经在法国的几个地区被发现。根据国际数据库 GIZ， 丹麦和荷兰也发现了病例。据路透社报道，另外，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遗传学研究公司 Helix 在美国发现了2例病例。此外，据卫报报道，英国已经发现了大约30例病例。杂交变异通过一个称为重组的过程产生，当病毒的2个变异同时感染患者时，交换遗传物质以产生新的后代。世界卫生组织 COVID 技术负责人 Maria Van Kerkhove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尚未看到与过去的变体相比，新变体的严重程度有任何变化，但许多科学研究正在进行中。我们看到非常强的传播率，这种病毒会感染动物，有可能再次感染人类。俄罗斯卫星社，美国财长认为中俄都未找到替代美元交易的方法。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当地时间3月11日在丹佛市的一家社会服务机构表示，美元并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接近找到替代美元交易的货币。耶伦谈到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使美国得以对俄罗斯实施强有力的制裁。他认为美元并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被问及俄罗斯和中国努力寻找替代方法是否会让美元失去部分全球影响力，耶伦说，我认为我们具有实施非常严厉制裁的能力，因为确实没有其他货币可以作为储备货币成为美元的竞争对手。耶伦说，中国已经尽力寻找，俄罗斯也是，但确实还没有找到美元的任何替代品。关于美国今年的经济形势，耶伦表示，我相信美联储能够在不引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控制住通胀。我看到了一个强劲的经济，即使存在通货膨胀和乌克兰局势造成的问题。我相信今年的经济会表现良好。近来，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局势加剧。2014年自行宣布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请求俄罗斯予以承认。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1日签署承认两国的总统令。2月24日早上，普京宣布决定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是将乌克兰去军事化。美国等西方国家2月26日发布联合声明，将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 SWIFT 支付系统之外，并对俄罗斯央行实施限制措施。
南华早报，中方呼吁核实俄罗斯有关美国对乌克兰生物武器的帮助。中国敦促联合国妥善解决俄罗斯声称美国正在乌克兰建立军事生物计划的说法。美国已将这些指控视为错误信息。在周五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中国大使张军表示，有关各方应做出全面澄清，接受多边核查。北京期待收到有关世界卫生组织向乌克兰政府提出的关于销毁位于实验室的病原体以防止疾病传播的建议的更具体信息。俄罗斯周一首次声称，其部队已经发现了乌克兰试图消除由美国资助的乌克兰军事生物武器计划的痕迹的证据。美国否认了这些指控。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三表示，这些说法是典型的俄罗斯宣传。中国大使张军说，美国总是说他们提倡透明度。如果他们认为相关信息是假的，他们可以向我们提供相关数据进行澄清，以便国际社会自己得出结论。张还重申了中国关于莫斯科和基辅之间谈判的呼吁，称迄今为止的多轮直接对话是朝着和平迈出的积极步伐。俄罗斯国防部有文件证实，乌克兰开发了一个由至少30个生物实验室组成的网络，该实验室托管着极其危险的生物实验，包括利用候鸟和蝙蝠传播鼠疫和冠状病毒等生物制剂的研究。这项工作由美国国防威胁减少局资助和直接监督。中国还一直在呼吁对美国实验室进行调查，例如马里兰州的军事医学研究基地 Fort Detrick，试图扩大对 COVID 起源的调查。周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国际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对美国的生化军事活动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中国敦促美国明确说明其在国内外的生化军事活动，并接受多边核查。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